三个问题：一，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台相机稳定器？二，你的相机若有防抖，是不是就意味着不需要稳定器了呢？三，拍视频对你而言有多重要？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Hamster 刘家俊，今天和你聊一聊，拍视频时很重要却又很懒得带出门的相机稳定器。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稳定器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电动稳定器还未面世，那市面上的相机稳定器都是这种手动的。后来各厂家就陆续推出了3轴电动稳定器，使用起来是方便很多。你的工作如果不是以拍视频为主，你也不是一位视频博主，只是日常随手拍拍 vlog， 或是出门旅行的时候拍个短视频，那是不是真的需要稳定器呢？来，屏幕前的你，如果已经有了稳定器的，请在弹幕上扣1；那如果没有或是还没有的，请在弹幕上扣2。那我记得我当年在购买我的第一支3轴稳定器的时候，我给我自己的理由就是一个字：稳。我希望能够拍出更稳定的画面，以及做一些更大范围的运镜，所以我买了。在什么样的情况拍摄，拍什么内容，想要带出怎么样的情绪，这些都会决定了你是否需要某一件器材。譬如你的片子是希望呈现更真实性、更客观的情绪，那我会建议你手持拍；又或者是你拍的内容属于比较突发性的，那手持拍肯定也会比较快、比较直接。又譬如你想为你的片子来一个比较酷炫一些的运镜，又或者是你的拍的东西是比较长时间的抓拍，或是拍一条比较长的长镜头，那我会建议你上稳定器。说到底还是视乎你个人重视的是什么，画面的稳定性或是拍摄的便捷性。那鱼与熊掌我们很难做到两者都兼顾到，我们唯一能做的要不就是手持拍，但使用带防抖的相机型号以及减小运镜，要不就是上稳定器拍，但选择较为小巧轻便的相机或稳定器。其实大部分不喜欢用稳定器的朋友，并不是因为质疑它的实用性，而是因为它巨大的体积和沉重的重量。当有一台稳定器足够小，却能撑起自己手中的那台微单相机，那我相信你愿意带它出门的几率会更高一些。至于云鹤 M3， 我用了半年，想与你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使用心得，以及对它的优点和缺点的看法。不过在那之前，需要先纠正一个普遍被误解的观点，那就是你的相机如果自带了防抖，是不是就意味着不需要稳定器了呢？其实不一定，关键还是视乎你的内容。不带防抖的相机固然急需要稳定器来抵消我们无意识的轻微抖动，但即便相机自带了防抖，
也没办法允许我们做出一些较大幅度的运镜。我个人不太喜欢过于晃动的画面，总觉得破坏了美感，也缺乏了一些高级感。所以哪怕是出远门，我除了相机、镜头、脚架，也很乐意将稳定器给一起带上。虽然对于画面有所要求，但也不阻碍于我对于器材的便携性的追求。那我总是希望我用的器材在品质与性能都不妥协的情况下，体积越小就越好。至于云鹤 M3 也推出市场有超过半年的时间了，那详细的参数我就不多赘述了。我先说一说它的缺点，毕竟如果考虑 M3 的你听了它的缺点，那依然觉得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呢，那我们来说说优点也不迟。我自己是用富士 X-T4、X-S10 以及 X-T30。手头上用着的镜头基本上都能顺利架上，除了富士原厂 56mm f1.2 以及唯独是 85mm f1.8， 因为它们比较重。虽说智云 M3 标榜着可承载全画幅相机，可是我相信全画幅相机的用户也应该不会手头上只有那些小型的定焦镜头吧。那说到底，如果你正在用着的，或是你即将要升级的相机与镜头都属于体积大一些、厚重一些的，那基本上我是不建议你去考虑智云 M3。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使用像富士这样的 APS-C 微单相机，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为了缩小体积，智云 M3 轴与轴之间的可调整以及可移动范围不多，真的不多。所以如果你是打算买它来玩一些非常花俏、非常挑战极限的运镜，那劝你还是别想了。那如果你像我这样拍视频都会在相机上架上麦克风的话，那也要特别注意，因为顶部是会被挡到的。那没办法在装着麦克风的情况下做到类似三维梦境的运镜。虽然我知道智云 M3 有针对不同相机品牌推出了定制快装版，让用户拆装方便快捷，那不需要重新调频，也不会挡住电池仓。可是为啥标配的快装版就是会挡住电池仓？单单这一点我真的是可以吐槽半年不嫌多。缺点说完了，不如来听听优点吧。平常不爱使用大器材的我，对上一台稳定器是大疆如影 SE， 当年选购它的原因是因为图它够轻便。可是我没想到智云 M3 居然比它还要轻上好多，那属于装进包里带出门不嫌重，抓拍几个小时都不喊累的程度。身为一个颜值控，智云 M3 的白色机身真的非常吸引我。那顿时觉得举起稳定器这件事也可以非常文青，而且连收纳包都是白色的，这就是真爱了。在相机稳定器装备补光灯，这真是首创，值得加分。可调节亮度与色温，那还附送了不同颜色的磁吸滤镜片。不过你就别妄想用这小灯来拍出傻大片了，因为打出来的光是非常的硬。那小范围的补脸光还算可以。那之前我有某一次拍摄，很长时间的开着48线的亮度来拍一个访问，受访者大概拍了20分钟左右吧，就对我投降说这个光线令他感到非常的刺眼。我试过从早拍到晚，待机大概6到8个小时不是问题。而且智云 M3 支持 Type-C 霹雳快充，那官方宣称2个小时即可从0充到满。当然我自己是没实际去算过。好，优点都说完了，那回到来开头的3个问题中最后一道问题，拍视频对你而言有多重要？为什么现在的手机摄像水准越来越高，我们依然愿意使用相机去记录生活？为什么有的镜头卖1000元，有的却卖1万元？为什么相机既有机身防抖，却还需要稳定器？为什么那些电视、电影、广告拍摄团队为了模拟现实的光线而大费周章打了那么多盏灯？为什么拍摄一组动作需要切换多个不同的镜位？为什么视频拍完后还需要费时间去剪辑？是因为我们都想尽力去留住最美好的一帧画面。我对上2次出国旅行，虽然扛着那些拍摄设备是有点吃力，但我依然愿意将稳定器也带上，因为当我重温那些旅途中所拍下的画面，我就知道一切都是值得的。也因为生活中有着太多不起眼的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尽量用最好的设备以及最好的方案去记录和珍藏。智云云鹤 M3 绝对称不上是一款完美的产品，
它存在着许多令人蛋疼的小缺点，但它的诞生让我们看到了一款稳定器更多的可能性与发展空间。谁不想自己手头上的产品以及设备是能够越来越小，然后越来越强大？感谢有这一些厂家总是愿意尝试突破现有的技术，给我们塑造出无限的可能。我相信不久的未来，我们记录生活的方式将会越来越简单且美好。好了，非常感谢你那么有耐心的从头看到尾。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晚安，我是 Amsa 刘家俊。